靠借钱和赊账当上了中国首富。为了用首富的名号借更多的钱，他请来全球最好的会计公司帮忙做假账，用瞒天过海的手段，竟然把公司做到了世界500强。当做假账的伎俩被戳破后，他在港股被疯狂做空，逼得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到不能做空的 A 股上市玩一票大的。那时他欠下的债已经比自己公司港股市值的10倍还多，无比饥渴的他准备张开血盆大口进 A 股饱餐一顿。这位被称为债务优化大师的赌徒，就是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带你走进中国首富许家印。如果29年前一家叫深圳中达公司的老板没有当场拒绝一位叫许家印的销冠提出的涨薪请求，那很可能就没有恒大欠债2.4万亿和几百万套烂尾楼的故事了。但也有可能当时已经尝到甜头的许家印会捅出更大的窟窿，因为许家印的能力和野心实在太适合当时即将腾飞的房地产市场了。可35岁之前，许家印的人生跟房地产还没有半点关系。1958年，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农民家庭，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让他立志要走出农村。1977年，高考的恢复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经历了一次落榜和复读后，许家印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阳钢铁厂。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丁玉梅，并成家生子。就这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厂工生活持续到了1992年。这年下海经商成了热门话题，全国有15万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入到了下海潮。后来这些人被称为92派企业家。此时已经当上车间主任的许家印内心躁动不安，思索再三后，他还是带着2万块的积蓄南下深圳。他在一家名为深圳中达集团的贸易公司当起了业务员，精通人情世故，再加上勤恳的工作态度，许家印很快便在南方稳住了阵脚。此时的广州到处都在盖楼修路架桥，遍地热火朝天的工地吸引了许家印的目光。他走访了许多楼盘后发现，这些动辄100-200平的精装豪宅显然是为老板们准备的。于是许家印算了一下，如果房子面积减小一半且装修标准降低一点的话，那像他这种打工仔咬咬牙也是可以够得到的。然而这种小户型的房子当时市面上基本没有，经过了多次探访后，他无比确定小户型就是个大商机。于是1994年36岁的许家印说服了公司老板进军房地产市场。1995年，在广州的荔湾区，一个名叫珠岛花园的小区横空出世。小区第一期几百套几十平的小户型被瞬间一抢而空，而开发这个项目的总经理正是许家印。从借钱拿地到交房回款只花了1年半的时间，这个奇迹般的速度让许家印在地产界声名鹊起，而帮公司赚了2个亿的利润，更是让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充满了幻想。可当他拿着这份功绩向中达集团的老板提出涨薪到1万的请求时，老板却一口回绝了他。多年后，许家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如果当时中达能给他涨到10万的年薪，他可能就不会出来创立恒大了。现在看来，似乎冥冥之中许家印和恒大的故事早就是写好的剧本。1996年辞职后的他很快成立了广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古往今来，延绵不绝曰恒，天地万物，增益发展曰大。38岁的许家印带着满腔的热血和野心开始了恒大之路。然而恒大的开局却并不那么顺利，由于人少缺钱，许家印只能找没人要的边角料地块下手。很快他就盯上了广州珠海工业区一片废弃农药厂的地块，本以为是捡了一个漏，可一番商谈下来，发现仅土地出让金就要1个亿，这个金额完全超出了许家印的承受范围。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恒大即将出师不利时，许家印却被如此天崩的局面逼出了债务大师的被动技能。接下来他用几步连环招，把死局变成了梦幻开局。第一步就是软硬兼施。许家印提出这块地上之前是农药厂，所以土地污染严重，但是1亿的土地出让金他1分也不会少，只是土地净化成本巨大，所以他只能先开发1/3的面积，并且出让金要分期付款。凭借此招，许家印硬生生把出让金首付金额谈到了500万。接着第2步，空手套白狼。许家印发挥自己洞察人情世故的特长，由于之前造小户型在房产圈一炮而红，因此他在银行刷脸又刷卡，硬是贷出了600万的资金，除去500万的出让金首付后，还能剩下100万的现金流。接下来在建房阶段，许家印用出了最绝的一招千帆借浪。
也就是这招，将之后的恒大帝国拖向无尽的深渊。但是当时的恒大凭借这招直接绝地翻盘，许家印将所有的施工方召集在一起，不卖关子不压价，而是直接挑明了说要大家一起垫资。当时的政策并不需要建房进度达到2/3才能拿预售证，所以前期垫资金额并不高。许家印硬是凭借3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一批愿意垫资的施工方。1997年6月，恒大的第一个项目金碧花园开始动工。2个月之后，刚建好第1层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预售，不到3000的单价比周边楼盘直接便宜了30%，再加上小户型总价低，可以让很多工薪阶层买得起。于是金碧花园开售当天上午，几百套房源在2个小时内便被一抢而空，恒大在半天的时间就回血了8000万。许家印就这样靠空手套白狼赚到了恒大的第1桶金。紧接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自1998年下半年起，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并逐步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刚刚打好根基的恒大立马就迎来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接下来10几年，恒大开始了疯狂的扩张之路。2004年，恒大已经壮大到有4-5千名员工，并且同时有10几个项目在建的当地民企了。可即使如此兵强马壮，恒大却依然走不出广东省。原因就是小户型低单价的短平快策略已经落伍了。当时恒大的房子被评价为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一般。意识到了危机的许家印决定改变运营思路，他要将恒大的房子打造成覆盖全国的高品质欧式建筑标杆。可虽然改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中恒大的房子依然质量堪忧。垫了资的施工方为了控制成本，自然是能省则省。而且就在许家印大力改革的这个时间点，恰好一个恒大楼盘的园林因为劣质被媒体曝光，闹得沸沸扬扬。内忧再加外患，把恒大逼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可接下来，许家印仅用一招就把危机变成了扬名全国的机会。他把恒大所有员工都集合到了劣质工地的施工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砸掉了几千万建造的园林。紧接着发表一篇既痛心疾首又刻骨铭心的反思加保证演讲。这一声势浩大的举动让恒大立马在全国打响了知名度。一个粗制滥造的本地公司摇身一变成了自查自纠的良心企业。许家印的这一砸直接省了几亿的广告费，也顺势打开了恒大向全国扩张的窗口。在接下来几年，恒大打着做高品质住宅的旗号，在各大1线城市开设项目，并且各个项目的销售情况都非常火爆。恒大通过一次化险为夷，完成了从地方企业到全国民企的转变。甚至到了2006年，许家印就琢磨着上市的计划了。此时恒大虽然已经跻身了中国前10大房企之列，但是仅仅接近100亿级别的资产规模，离上市还差10万8千里。要想上市就得疯狂借钱扩张。于是许家印开动了恒大这架债务巨无霸机器。2006和20072年时间里，恒大与美林、高盛、瑞信等华尔街巨头签订高回报的融资协议，以78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一口气借了8.3亿美元。有了子弹后的恒大开始了疯狂囤地。到了2007年底，恒大的土地储备达到了4580万平方米，相较于2006年直接翻了8倍。通过借钱，许家印终于把恒大资产做到了超200亿的规模。2008年，许家印宣布上市计划，并开始全球招股路演。然而还没等他开演，美国房产次贷危机就蔓延到了香港，导致港股暴跌。此时市场上的投资人谈房色变，所以恒大这家房企的股票自然也是无人问津。许家印的上市之路还没开始就被截断了。但上不了市只是他现在要面对的最不严重的问题，因为跟华尔街巨头们借的钱是有对赌条件的。上不了市就得变卖土地和资产还钱，可一旦开始卖土地，就相当于告诉全世界恒大已经不行了。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恒大就离倒闭不远了。就在许家印为此焦头烂额的时候，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已经债务缠身的恒大集团还是第一时间捐出了1000万元救灾。不管是为了体现社会责任感，还是给外界营造不差钱的错觉，这1000万捐款许家印还是没有丝毫犹豫。而接下来几个月，许家印整天都泡在了香港的牌桌上，恒大的员工们都认为老板这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可殊不知，接下来许家印通过打牌再次帮恒大度过了危机。
当时香港最有钱、最神秘的圈子就是大地会。许家印通过英皇电影老板杨受成认识了大地会的其他大佬，其中就有珠宝大王郑裕彤。据说郑裕彤喜欢玩一种叫锄大地的牌局，于是许家印苦练牌技，赢得了珠宝大王的赏识，甚至相差30几岁的两人关系好得如同忘年之交。于是乎1个月以后，郑裕彤叫上科威特投资局、美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一起来帮恒大救火。郑裕彤通过旗下的周大福以1.5亿美元的价格买入恒大 3.9% 的股份，而其他机构拿出5.1亿美元占股了 13.5%。有了资金纾困，恒大的僵局一下子就变得豁然开朗了。许家印赶紧趁势打折卖房，加快回款速度。到2008年底，恒大的全年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分水岭，一时间恒大成了资本市场和房产市场的双料神话。而此时，一场泼天的富贵也在等着恒大和许家印。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推出了一揽子投资计划。据事后统计，这次计划的投资总额高达4万亿之多。政策推行落地后效果立竿见影，国内楼市开始迅速回暖。恒大趁着这股东风彻底走出了泥沼，并于2009年11月成功在香港完成上市。上市当天收盘时，恒大的市值达到了705亿港元，一举成为了全国市值最大的民营房企。此时的许家印回首自己一路走来时的曲折离奇，他感觉自己仿佛就是那个商界的天选之子，而商海如此浩瀚，他许家印怎么能只取一瓢呢？于是从恒大上市之后，许家印便开始了疯狂的烧钱之路。2010年3月，恒大花1个亿买下了广州广药足球队，并改名广州恒大。当时许家印狂言要在5年内夺下亚洲足联冠军，结果仅仅3年后的2013年11月，广州恒大队在亚冠决赛战平韩国首尔 FC 队，以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拿下冠军宝座。这是亚冠改制后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夺冠。为了这个冠军，许家印砸进去了20个亿，从球员到教练的报酬全部按中超史上最高规格安排，比赛奖金也是动辄1000万上下。许家印认为如此烧钱拿下亚冠很划得来，因为恒大夺冠后，中超联赛的直播成了各大电视台的流量密码，而恒大队球员身上巨大的恒大2个字等于是免费的广告，而且强大国家体育事业的壮举对那些想要进步的企业家极具吸引力。2014年6月，马云就带着12亿现金拿下了恒大足球俱乐部 50% 的股份，恒大俱乐部改成了更加拗口的恒大淘宝俱乐部。而很快，马云就体会到了这次烧钱的快乐。2015年11月，广州恒大再次斩获亚冠冠军。庆功会上开香槟的欢快场景给马云拉满了情绪价值。然而当马云拿起许家印为他准备的恒大冰泉时，虽然他表面上笑着帮忙宣传，但实际上心里已经猜想，老许估计在烧钱的路上跑偏了。原来当初恒大球队第一次夺冠后，许家印便计划要将恒大打造成类似三星这种多元化发展的世界500强企业。于是他一口气注册了几十家恒大的子公司，经营领域涵盖矿泉水、汽车、粮油、畜牧、乳业、旅游、影视、物业等等。尤其是在汽车业务这里，许家印可谓是煞费苦心。2018年，许家印向一家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公司注资20亿，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这20亿就打了水漂。因为这家造车公司正是出自比他段位更高的贾跃亭之手。这次肉包子打狗的尝试也预示着恒大造车的不靠谱。可不服气的许家印2019年还是砸出几百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造车之路，并且很快在2021年上海车展上就一口气发布了9款车型，不到2年时间就研发出了9款能量产上路的车型。如此惊人的造车速度，只能说要么是奇迹，要么就是诡计。果然就在其他品牌车企欢迎大家近距离观摩和试乘试驾时，恒大的新车却被围了起来，只能在几米开外用肉眼观摩。一位好奇心强烈的网友偷偷趴在车底拍摄了一张底盘照片，这才揭开了恒大汽车那堪称汽车工业史上的最高机密。原来这是一台暂时还没有底盘、没有悬挂系统的量产车型。大家不禁疑惑，在恒大买房有7房一说，难道买车还有7车的吗？恒大汽车凭借如此诡异的造车术一炮而红，本来期待中的造车神话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很多看似神话般的商业传奇背后，其实就是虚张声势的草台班子戏码。但是下次碰到这种戏码时，在欲望面前想擦亮双眼看出破绽依旧很难。
话说回来，就在许家印在各个领域烧钱请大家看小品时，谁也想不到这10几年间，他一步步扛下了多大的债务压力。2014年，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再加上美国结束了2008年开始的宽松政策开始加息，于是国内房价和销量也开始了下跌，进入了一轮低谷期。此时船大难掉头的恒大根本刹不住车，房子不好卖，但是建房工地不能停。在烂账和烂尾楼之间，许家印先选择了烂账，于是在这一年，恒大在跟供应商结算时推出了商票。商票说白了就是赊账，只不过商票对于上市公司财报来说是不计入有期债务的，所以许家印的这一招既能赊账，还能降低财报上的负债率。要知道，恒大当时在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可是金字招牌，那些供应商面对恒大的赊账行为，没一个敢吱声的。甚至市场上面很快就出现了倒卖恒大商票套利的公司，一些急着用钱的供应商可以把未到期的商票提前卖给中间商，而中间商拿着商票一点也不担心亏钱，因为恒大的商票一年能给 20% 左右的利息，在当时行情好的时候，恒大商票甚至成了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在暂时解决了花钱的问题后，许家印又开始想办法找借钱的路子了。2015年11月，恒大的子公司恒大金服成立，通过恒大球队的贴身宣传，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可这种互联网金融服务很快就被国家给按下去了。许家印灵机一动，赶紧把恒大金服改为恒大财富，既然不能在互联网上销售，那就在线下推广。于是恒大的所有员工们又多了一项业绩考核指标，那就是理财产品销售额。当时最惨的就是恒大房产项目的供应商了，他们不仅前期要垫资供货，在结账时只能拿到商票，并且这时还要被推销理财产品，尽管不情愿，但毕竟还是要讨好给饭吃的甲方。于是大批的供应商掏光家底为恒大填充资金库。不过不得不说，恒大给利息还是很大方的，动不动就是10-20个点的年化利率。而许家印之所以这么大方，是因为他实在太缺钱了。但是这次缺钱并不是因为恒大房子卖不出去导致了亏损，反而是因为房子卖得太快，建房速度赶不上了。就在恒大金服成立的3个月前，2015年8月，国家出台了棚改货币化政策。此项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操作过程就是当地政府规划一批棚改项目，然后根据项目规模向政策性银行申请专项贷款。这笔款项用于给拆迁户发放拆迁补偿款，然后拆迁户拿着补偿款自由选择购买新房。根据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这次棚改货币化项目共计发放的贷款金额高达 3.4 万亿。突然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额外的购房资金，导致了市面上的房子根本就不够卖的。大家抢着买房必然会推高房价，而买涨不买跌是购房者普遍的心态。于是房价和房屋销量不可遏制般的开始腾飞，就连4、5线小城市的房子也被一抢而空。一个房产项目从拿地到开始预售，怎么也要大半年的时间。可根据当时湖南省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报告显示，有些地级市的房子去化周期竟然只有 1.4 个月，也就是说现存的房子只够卖1个半月了。显然这些讯息在告诉恒大赶紧开足马力建房，于是许家印开始了疯狂借钱、疯狂拿地、疯狂盖楼。本来负债累累、疲于应对的恒大，在这股春风政策的吹拂下又重新站了起来，甚至到了2016年，恒大还首次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从2016到2021年，恒大连续6年入榜了世界500强之列，而且排名突飞猛进。而许家印本人在2017年也以2900亿身价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这是许家印和恒大的巅峰时期。如果当初许家印在这个时候给恒大踩下刹车，并在这次盈利爆发增长期里平稳降低债务的话，那么之后 2.4 万亿债务和几百万套烂尾楼都将不会发生。而他的乡民在老家村口为他立的流芳百世的碑文也不会被铲掉。其实2016年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概念。对政策如此敏感的许家印不可能不知道上面的意思，但是他依然带着恒大走上了高杠杆、高负债的不归路。而更早的一次警告是在2012年，知名做空机构襄源公开发表了针对恒大的长达57页的做空报告。报告中不仅指明了恒大的5宗罪，还详细描述了恒大财务造假的6种手段。这里面的诸多指控在之后都被证实无虚，但当时心虚的许家印却佯装愤怒，
把香园告上了证监会，并且还拉上花旗、德意志和摩根大通等9家华尔街巨头为恒大帮腔做事，一招蒙蔽监管，贼喊捉贼，让香园闭上了嘴巴。2016年，香园被罚归还做空恒大所得160万港元，并被判5年内禁止进入香港市场。然而，香园的败诉让空头们觉得恒大这是在欲盖弥彰，所以港股里针对恒大的空头一直都不少。这些空头让许家印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步履维艰，于是，在恒大坐上世界500强的宝座后，许家印想着衣锦还乡，回到不能做空的 A 股重新上市。可早在2010年 ，A 股就规定不再接受房企的上市请求了，所以恒大想回来就只能借壳上市。于是兜兜转转一圈后，许家印把目光瞄向了他的发家之地深圳。2016年8月 ，A 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企业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进入白热化，战斗双方是万科和宝能集团。恒大突然带着几百亿资金悄悄加入了这场被称为宝万之争的金融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恒大在二级市场快速收购了万科 4.68% 的股份。就在对战多方纷纷猜测恒大的意图时，恒大直接跳出来，摆明了不计成本疯狂扫货万科股票。在经过连续4次举牌后，恒大拿下了万科 14.07% 的股份。而2017年6月，万科发布公告，恒大以亏损70亿的代价将万科股份出售给了深圳地铁集团，让深圳地铁顺利成了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恒大是深圳地铁集团的白手套，而深圳地铁属于深圳国资委旗下的企业。恒大为什么不惜巨额亏损向深圳国资委立投名状呢？以许家印的野心，自然是为了借壳上市回 A 股了。就在宝万之争几个月前的2016年10月，恒大与深深房集团签订了重组协议，而深深房是深圳国资委旗下最早在 A 股上市的房企之一。很明显，深深房集团就是恒大借的壳。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许家印既找到了靠山，又借到了壳，此举让资本市场对恒大回归 A 股这件事极为看好。所以接下来许家印进行的3轮1300亿战略引资也极为顺利。为了这1300亿战略投资，恒大签了对赌承诺，那就是在2021年1月31日之前要完成借壳上市。如果到期没有成功上市的话，就只有2种选择，要么恒大回购这1300亿债务并附加130亿的分红，要么恒大出让 18.27% 的股权抵债。当时的恒大可是如日中天的世界500强，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自然是让各方投资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这份战投名单里去。可没想到，这些投资人苦等4年后，原本预期的金融盛宴并没有来，等来的反而是官方监管政策的出台。2020年8月，央行和住建部约谈了包括恒大在内的12家房企，对房企的负债行为提出了3条红线的监管要求。第一，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第二，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第三，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没有意外的是，恒大的负债情况远超这3条红线。官方的意思很明显，从当下开始，不仅不能再借钱了，还得把负债降到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条政策让以借钱为生的恒大断了生路。3个月后，恒大宣布终止与深深房集团的重组。此时离恒大与投资人们的对赌期限还有2个月。可这场重回 A 股的剧情就这样提前大结局了。恒大自然是没钱偿还这1300亿的债务和分红，所以这些投资人终于如愿成了世界500强企业恒大的股东。他们本以为许家印会像以前那样屡出奇招，带领恒大再创辉煌，殊不知许家印已经造好了一个惊天大雷等着他们了。几个月后，恒大财富的雷率先发出声响。2021年9月，恒大财富停止兑付所有理财产品。与此同时，恒大在全国的地产项目开始大面积停工。接下来，所有与恒大相关的市场都乱成了一锅粥。可恒大依然只是发出各种辟谣和澄清公告应对。时间来到2023年7月17日，恒大藏了2年不敢发出来的公司年报终于面世了。与其说是藏了2年，更有可能是花了2年才算清楚恒大究竟欠了多少钱。根据2021年和2022年的财报显示，恒大的债务竟然高达 2.44 万亿之多，这个数字将近2022年全国 GDP 的 2%， 几乎是当年山西省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恒大只是一家注册资金仅39亿的公司，究竟是怎么欠下 2.44 万亿的债务的呢？
根据财报显示，这些负债里面有 25% 是向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直接借款，有 30% 是跟投资人签的合约债务，而最大头的就是应付款项。这笔由商票和借条组成的欠款有10023亿之多，上万亿的赊账直接拖垮了无数的建筑和装修行业供应商。而与 2.44万亿的债务相比，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恒大财务造假的逆天操作。根据证监会的调查显示，恒大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虚增收入2139亿和3501亿，这个数字分别相当于恒大当年营收的 50% 和 79%，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一年的营收里面近 80% 竟然是假的，而与虚增营收对应的就是虚增利润。虽然这个利润也是假的，但是许家印却根据这个假利润给自己真分红。2020年这年，也就是虚增收入最狠的一年，恒大竟然还真实分红了 577.79 亿。许家印的这个操作简直就是在自己做空自己。而他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早就打好了一手乾坤大挪移的好牌。在香港上市的恒大公司名叫中国恒大集团，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竟然在英属开曼群岛。由此可见，这家上市公司的初衷就是来玩资金盘的。而实际上，中国恒大集团也不做任何实际项目，它的作用就是一家归集资金和控股的过渡公司，其最大的股东是一家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名叫新兴的 BVI 公司。BVI 是英属维京群岛的缩写，所以新兴公司是家妥妥的外企。这家外企由许家印 100% 控股，他通过新兴公司在恒大集团疯狂抽血，这些钱名义上是直接去了一家外企的账上。而中国恒大集团公司跟恒大地产之间还隔着数个掩人耳目的中间企业，也就是说，恒大地产是最底层的抽血机器，而其身上穿插了数个吸血管道，把无数业主和供应商的血汗钱吸到了国外去了。许家印穿着新兴公司的马甲，拿着这些血汗钱在外国疯狂买豪宅、高消费，仿佛恒大的死活压根儿跟自己没关系。其实许家印实际上也只是把恒大当成了赚钱的机器。就在恒大债台高筑，用高息四处借钱时，许家印竟然特意为自己定制了一份高息债券。2018年，恒大名下一家不起眼的子公司在新加坡发行了18亿美元的高息债券，新兴公司一口气就认购了10亿美元，剩下的8亿美元也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瓜分了，把自己的钱高息借给自己的公司，这种操作实属高明。明面上是股东认购公司的债券，对外释放股东对公司经营有信心的利好信息，而实际上许家印是在恒大崩盘前提前锁定债务，把股权关系变成了债权关系。一旦恒大崩盘了，股价可能一文不值，但是欠的债他自己能一分不少的先要回去。这招转债讨债的戏码也成了许家印之后垂死挣扎时常见的手段。话说回来，如此明目张胆的浑水摸鱼，官方自然是早就有所察觉。2023年9月28日，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被采取强制措施，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多名恒大高管以及许家二公子许腾鹤。然而接下来，许家的一条漏网之鱼开始了奇葩的垂死挣扎。早在2022年，许家印与结发妻子丁玉梅已经办理离婚手续，大家把这次操作戏称为技术性离婚，因为很明显这是以转移财产为目的的离婚。离婚后几个月的2023年7月，也正是许家印被逮捕的前2个月，丁玉梅跟许家长子许志健突然买机票离开了香港，两人都拥有加拿大护照，而网传两人逃往了英国。总之，加拿大和英国都跟我国没有引渡条约，而逃到了庇护所后的丁玉梅也没闲着。2024年2月，丁玉梅竟然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自己的二儿子许腾鹤。要知道，许家印和许腾鹤父子此时正在被审查清算，为何丁玉梅不仅不想办法变卖资产赎人，反而落井下石告上一状呢？疑惑的众人在看了丁玉梅的诉状后恍然大悟，原来这次亲妈状告儿子的操作是许家惯用的技术性诉讼。丁玉梅状告次子许腾鹤，并追讨10亿港元的欠债。根据他的自诉，2020年亲妈借给儿子5亿港元和3000万美元高利贷，现在4年过去了，这笔欠款加上利息一共要还10亿港元。就这一招，把许腾鹤名下的资产变成了丁玉梅的私人欠债，这个套路是不是有点熟悉？而且这个起诉的时间点正好赶在2024年初监管机构清算的关键节点，
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此狂妄的藐视监管的行为必然不会得逞。2024年3月，恒大发布公告，冻结许家印以及恒大一众高管名下的资产，并把2017年到2020年的分红全部归还。3月18日，证监会对许家印一干人等作出行政处罚。许家印因组织财务造假，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对其处以4700万罚款，并终身禁入证券市场。对恒大地产处以41.75亿元的罚款，而通过技术性离婚转移资产的技能也被神秘力量打断。2024年7月30日，伦敦法院冻结了丁玉梅名下的所有财产，未经允许不得转让或交易。8月，香港法院又向丁玉梅颁布禁止令，冻结其名下所有的资产。丁玉梅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和财产均被冻结，每月仅可支取2万英镑用于生活开支以及诉讼费用。虽然官方在尽力围追堵截，但是追讨回来的资产以及财产相对于万亿级的欠债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许家印一手倒腾出了2.44万亿欠债以及上百万套烂尾楼，这背后是几百万个倾家荡产和无家可归的家庭在流泪哭泣。他靠借钱当上首富，住进豪宅，而加班加点赚辛苦钱的普通人却背上负债，住进了烂尾楼。赌徒许家印本可以有多次机会回头靠岸，但是滔天的野心和欲望让他带着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做赌资，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好啦，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2026已至，愿你在新的一年平安顺遂，无忧无虑，所念皆回响，所盼皆如愿。我是微笑，我们下期见。